来吧，新玩具，曹凡哥竟然出小姐姐了，你敢信吗？吸塑第一层小姐姐的本体，替换头发，3张面雕，3对替换手型，还有一个整个的替换的手臂、裙摆、剑、特效剑，还有个烟斗。第2层扇子、尾巴，这个算剑鞘吧？还有一个大的屏风啊。第3层地台、椅子、剑架，哇，配件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另外的一兜里边有一个需要组装的支架，里边有带螺丝螺母。我们来看玩具的本体，眼睛其实是印刷上去的，并没有制作可动眼。前面的刘海预装上去的，这里会有带着特效剑的火焰、龙角，因为设定里边这是一个龙女嘛，包括这里边后边的头饰很中式的这种盘头，不过这2个插的簪子感觉好粗呀。辫子根部这里其实是有活动的关节的，发丝的刻画还算精美。不过这个表情我并不太喜欢这张脸的造型啊，换掉吧。眯眼笑的这张脸比那个好看了很多啊，甚至发怒的这张脸也很漂亮。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里边斜眼不屑的这个表情啊，这个就很有味道。龙娘多少带点傲娇的属性吧，这个眼神儿好看很多啊！顺势我们也把这个没有特效剑的前刘海换上，感觉这个发型似曾相识呢。衣服这里中式的旗袍，金色的勾边，而且这儿有一个贯穿到后背的结。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环软胶穿过来的，玩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啊。后背这里龙鳞的一些刻画，包括手臂也有鳞片纹，这里还刻画了2个小铃铛。前方这里的旗袍走线，其实旗袍上面还隐隐刻画出来小肚脐，这旗袍开叉开的就够意思了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胸口这个地方，这个大雷的尺寸嘛也是可以的啊，而且里边棕色做出来类似像半透明蕾丝的那种感觉啊，看这个沟还是蛮深的。同时这条手臂可以摘掉，替换上这一条装甲臂。爪子，而且这一款为了增加可动性，肩膀的这个关节专门设置了一个外拉，可以把它抽出来。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胳膊扭到更大的幅度。胸口下方这里有一个双段的球形关节，活动的范围也挺大的。胯部这里的曲线弧度做得很不错，圆滚滚的双腿以及肉乎乎的臀部，在接缝的位置也做了这种包臀的半肉过来，就不会出现露着一个大缝隙的状况了。毕竟是1:12的可动人偶嘛。但是我觉得这2块的设置有点不太好啊。第一个，它摘不下来，它是固定上去的，我试着看能不能实现插拔，还粘得挺紧的。第二个，这个东西在可动的时候，你多多少少会影响到。虽然也是一个挺柔韧的材质吧，但是毕竟根部这里太细了，你在活动腿部摆一些造型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它别着碰断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我个人感觉这2个穗儿应该做成插拔会更安全一些。现在你摆造型的时候就太局限了。我们把上半身拔下来，从这个地方抠开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其实腰部这里还是有一段增加弯腰的关节啊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的活动一些，有内衣的刻画。但是你看腿部再往前折的时候，这个穗儿就已经被撇开了。胯部这里其实设置了下拉的关节啊，也是增加了可动的范围。前踢的话，还是得影响到一些的啊。而且这一款在装袋的时候并没有做隔离，这里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蹭漆。大腿的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膝盖这里也是双段的关节，弯折幅度挺大的。小腿这一块的涂装刻画非常的赞啊，我很喜欢这种从青色慢慢一点一点的渐变喷涂变淡的感觉啊。你甚至可以想象青龙化成人形的这么一个过程，皮肤的质感慢慢的变成了肉色啊。元气满满的亚龙人女仆，为啥想起来了？上面还有一些花纹的刻画，这个腿部这涂装的质感很不错啊，高跟鞋的样式也很精美。我们换上另外一个前挡，你就可以看到它专门做出这个造型是为了让它坐下来的，腿顺着这个凹槽夹过来，
这个配件的替换作用是为了往出摆一个坐姿，但是可惜这2块受力有点不靠谱，所以配件替换上去以后，可以摆出来这样一个叼着烟袋的坐姿，这个是它的理想化状态。不过真别说，配上地台和家具的效果，摆在那里一下感觉就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倒是也有一点问题啊，烟杆的比例会觉得有一点奇怪。对于一个1:12的人偶小姐姐来说，这烟杆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？这么大个锅子，这一顿得抽多少啊？怪不得不敢张嘴，牙都是黑的吧？也确实，这个烟杆子的比例做大了呀，就跟后边的头饰一样，可能也是为了考虑到材质和坚固性吧。可能也是曹完哥第一次做这种1:12的人偶，没什么经验啊。你看飞玩玩具的方大头这一款，它的烟杆就可以做到很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曹完哥应该吸取一下友商之间的经验，做的大胆一点。另外还有一根很长的龙尾巴。上面也有鳞片，上面的鬃毛，后边炸开的这种效果啊，很东方龙的样式。这边是连接的关节，中间是铁丝，挺硬的材质，可以塑形，然后软胶包裹上去，就可以顺着菊花的这个孔怼进去。哇，这龙娘的大尾巴就很性感。哎，为啥我又想起亢金龙了呢？把技能点全学在腚上。武器方面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剑鞘上面的花纹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全部是塑料的材质，剑刃从里边拔出来，哇，这个就很精美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玩法，你可以把它左右打开，拿出这个扇子，哎，顺着里边的插孔结合，哎。剑鞘是两用的，这大扇子也挺带感的，就可以把它往这儿一架。当然，这个架子上面也可以架剑，看自己的喜好摆放。另外就是武器的特效键了，顺着这个插孔，整个的捅进去，插的还是挺紧实的，哇，火焰附魔的效果，刀刀烈火，小椅子，复古的这种花纹，中式家具美学，镂空的屏风，中间也是可以旋转的，包括地台，用金色的线条突出的网格做成了仿地砖的效果，侧面这里还有花纹。地台的盖子掀开，中间的空间可以容纳配件，并且在两侧还有这样的沟槽，将来也可以和同系列的其他产品一个一个的拼接起来，摆在柜子里边进行展示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作为曹完格的新赛道的首款产品，确实也能感受到他们在制作方面有一些经验还是有所欠缺的。比如胯部这2个穗儿，并没有在把玩体验感上边做到更优化一些，还有头饰和烟斗也并没有大胆放开手脚去做。可能为了材质的坚固性，做的还是有一些素手素脚，但这把剑做的是不错的，很轻薄，上面的花纹做的也是很细腻的。扇子和剑鞘的互动玩法还是很创新的，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，也能看到曹完格在诚意上面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家具也好了，地台的互动性也好了，最后还可以把玩具放在里边做一个场景一样的展示，其实这一点是做的非常棒的。人物的设定方面相当不错啊，身材非常的讨喜。面部虽然没有用可动眼，但是4张不同的涂装表情也算是各有特色。可以说，最终这款的气质拿捏的还是非常到位的。369块的售价，在1:12这条赛道里边，其实算一个中档的水准。倒是这么一大盒丰富的配件，369块也会显得很有性价比了。那么曹完格的这款小青龙人偶，各位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。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